Hello，大家好，我是 AI 工程师土妹。几个月前我出了这样一期视频，所以很多朋友就是要求我再出一期，具体讲讲 AI 工程师是干什么的。那我现在正式做 AI 工程师也有半年多的时间了，所以就出这期视频来跟大家汇报一下这个工作到底是干啥的。那先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背景，我之前是有10几年的 Java 的经验，主要都是在做后端。大概半年前是正式转入了一个专门做 AI 的组，叫 AI 平台组。当然，正式转成这个 AI 工程师之前，其实我已经研究了很长一段时间 AI，自己也会做一些项目，所以之前已经有一些经验了。只不过现在我是正式的在一个 AI 组里面，这个组里面做的东西会更专业一些，比我自己捣鼓的会专业很多。我这个职位其实属于叫做 Applied AI Engineer，也就是应用型的 AI 工程师，就是做 AI agent 应用的。不是 machine learning，不是机器学习背景的，所以不是死磕一些模型的训练这些东西的。那关于 AI 工程师这个名词，因为现在用的比较多，所以我去查了一下这个分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网上有个相对权威的分类是这样子，我这种就是 applied AI engineer，就是应用型的 AI 工程师，就是做一些系统集成、agent 的开发，这种 AI 产品的落地的。那另外一种是更加偏向于 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就是机器学习工程师，他会更多的去做模型训练、算法优化，更加偏向于传统 machine learning 的一个职位。比较少，但是又非常贵的，就是那种 research engineer，他做一些前沿的 AI 的研究，去复现一些论文，去研究一些 AI 的新架构什么的，这种就是属于那种工资特别高的，真正最顶尖的那种 AI engineer。我们一般大家说的这种 AI engineer，基本上指的就是我这种类型做 AI 应用的，做 AI 产品的。那我们组具体在做什么事情？之前我也说过，我这个公司叫 iWorlex，我们公司有一个网站服务我们的客户，我们那个网站上面我们就做 AI 聊天机器人，因为现在的这个聊天机器人跟以前那个时代的聊天机器人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这个 AI 聊天机器人，它可以做很多事情的，用户可以去问一些他业务的问题，可以查询他自己的交易的数据，我们可以去帮他接入一些人工客服，也可以主动给他推送一些提醒、建议什么的。我们这个 agent 也能够直接帮用户去执行操作。同时，我们后台又会收集很多用户的跟我们互动的一些信息，收集用户的反馈，后台我们再去分析用户的对话，以后再为我们后续的整个应用，包括我们其他的产品去做更新迭代。所以现在的这个 AI 聊天机器人其实承载了非常多的功能，agent 驱动的这种聊天机器人。我们除了要实现我们核心的这些功能以外，也需要去跟具体的业务的部门去对接他们的 API，去对接他们的数据，来实现跟用户交互的一个效果。所以其实工作内容还是非常多的。那我们具体日常工作的时间分配是什么样子呢？其实开发可能没有之前软件工程的时候占的那么多，可能比重大概是60%-70%左右，会有很多时间在做 evaluation，做评估、做调优上面。因为做大模型的应用跟传统的软件工程比较大的一个不同在于，就是大模型输出的很多结果它是不确定的，不是那么确定性的，你可以用一个写死的一个程序去判断它做得好还是不好，所以去做它的评估和调优就非常重要，非常困难，就需要很多步的迭代去把这个东西做好。所以我们会有很大量的时间在做调优上面。这个调优不仅是一个效果，也包含了这个响应的时间，所以是一个响应时间跟回答质量的一个平衡。最关键的就是去理解、分析，然后去验证对话的这个结果，包括这中间步骤的一些工具调用的数据的正确性。它跟传统最大的区别就是这种不确定性，所以会做 AI 的应用，主要是要改变一些思维。你跟 AI 工作的越久，工作越多，你就越需要去学会去跟这种不确定性去打交道。尽量我们是要让它可靠性做得非常高的，尤其是一些不能出错的环节，我们要做很多的限制，去保证它不会出错。技术栈方面比较标准的就是用 Python 这种 agent，我们还是用 LangGraph 去写业务逻辑的。因为现在大家虽然说觉得 LangGraph 以后将来可能不需要这种编排框架了，但短期内落地，大家实际上还是在用这个 LangGraph 的。我们再需要去对接内部的 API，可能是 RPC call 或者是 HTTP 的这个 REST API call，数据源就是有 Postgres、SQLDB、Databricks、Elasticsearch、ClickHouse 这些数据，去跟他们对接。因为我们也有 text to SQL 的内容，中间还有一些权限管理、做审计之类的。RAG 方面，我们就是用 PostDB，
然后加上 PG Vector 这个插件，没有用专门的向量数据库。但是我们这个技术栈其实也是蛮流行的，就是因为你专门搞个向量数据库有点太过于复杂了。如果我们把数据全部都放在 PostgreSDB 的话，你可以让你的数据和原数据存储是一体化的，你可以同时做向量搜索，也可以做关键词匹配这种混合搜索，也比较方便。所以现在也是蛮流行的 embedding 模型，我们有内部部署的 embedding 模型，也有外部 API 去调。这个其实我们各种模型我们都会用的，我们现在主要倾向于用 Cloud 的模型，用 Cloud 的生态。但是我们会一直去做各种性能评估，包括最新的模型出来，我们都会去跑一下，看不同的模型哪个效果会更好。因为虽然很多对用户来说，我们就是一个聊天机器人，我们就是一个 agent，但实际上后端我们会把不同的模块去拆分开来，因为毕竟公司大了，业务其实也是挺复杂的。所以不同的一些业务，我们可能会调用不同的 agent 去让他们去协作在一起。现在 agent 的 skill 非常流行，这个 skill 这东西我们肯定是要用的，因为等你这个业务接进来很多了以后，我们就是要用类似于这种 code skill 的机制去动态加载很多东西，所以我们内部也是基本上一样的实现，然后根据我们各种业务场景，然后去开发不同的 skill， 用户问题过来的时候，我们再动态加载。做 AI 工程师就是 guardrail 跟合规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我们是金融科技行业，合规的要求非常高，所以我们有自己内部专门微调的模型，专门做这个护栏的。应该目前可能一半以上的公司现在还没有自己内部去微调模型，但我本来也是觉得说现在大模型能力这么强了，微调还有必要吗？我们自己工作实践，然后评估的效果来看，其实微调效果还是蛮好的，在一些特定的场景来说，它可以节省很多的成本，而且它的效果会更好。做 AI 工程师做评估特别的重要，之前也跟大家提过，评估占的时间会非常多。评估这块首先包括这个，你要先去做可观测性，做 tracing、做 monitoring 监控这些事情，再去持续的去迭代。我们用的就是 Langfuse 去做 tracing，然后 monitoring，然后把 Langfuse 的数据拿过来做分析。最后一块还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内部的一个后台，去做数据闭环，就是我们要收集用户跟他对话的一些信息，我们后台会有大模型去给他打分，说这次我们做的怎么样，去分析线上回答的这个效果做得好还是不好。如果做得不好，我们要把它标注出来，甚至去做报警，去说我们哪里做的不好。同时，这个是大模型自动标注的这个部分，还有人工标注的部分，去判断这个回答好还是不好。基本上讲到的一些技术的要点都已经提到了。整个项目过程中，还有一些比较传统工程的内容，在这些 AI 项目里面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消息队列、缓存、性能调优、调试这些东西，还是跟原来传统的软件工程是比较类似的。只是比如说对缓存这一方面来说的话，跟传统的缓存之上，我们还有要做语义缓存，做提示词缓存，降低延迟，这个也有很多的窍门在里面，就是让这个 AI 能够反应快一点。就性能调优的部分，不过也涉及到以前很多传统软件工程的一些技巧。最后总结一下，跟传统的软件工程相比，相同的方面是，其实工程的思维、系统设计、代码质量，很多方面你会感觉还是一样的，只不过是说，因为 AI 是专门的一块工程的内容，它有一些跟 AI 相关的知识点，你需要去掌握。你要去理解这个模型它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就是对模型的能力边界要有一些理解，就是能确定处理它的不确定性。本质上来说，仍然是在做应用，其实跟之前做软件工程师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 AI agent 它有专门的一套知识体系需要去学习的，它的调优、它的评估会更加复杂一些，基本上是这样子，其实本质上还是一样的。所以我转过来做半年多，也没有觉得说跟之前差别很大，仅仅是多学了一块内容而已。然后我还想再讲一个问题，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像我们这种做 AI 应用的，就只是这种大模型 API 的这种 wrapper，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太低估了做 AI 应用的难度的。它的做 AI 应用其实还是有很多工程上面的难点的，就是要让 AI 的产品很稳定的、很可靠的跑起来。其实没有那么容易，也包含了这种你想之前提到的这很多这种
怎么去做 RAG，上下文工程怎么把它管理起来，你去这个软件是怎么设计的，评估框架怎么去把它去用这个数据飞轮让它给跑起来，让它效果能够不断的变好，它的可靠性提高的非常多。它这个实际落地的这些工程方面的内容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我看到 YC 的合伙人他也反驳，他说，如果你说这个 AI 应用的只是这些大模型 API 的 wrapper 的话，就好像说这些SaaS 软件就是这个数据库的一个 wrapper 一样。其实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中间软件还有很多的复杂度在里面。就是说，如果你想转这个 AI 工程师，你想做 AI 应用开发，想给你的一些建议。第一个，我觉得大家不需要有顾虑，因为像做这种应用型的 AI 工程师，其实是不需要有机器学习的背景的，所以大家不用特别有顾虑。你也不需要去从头去训练模型，跟软件工程师的差别没有特别大。第二点，如果你以为只是写一些提示词，然后说很简单，那肯定也不是的。之前跟大家讲了那么一大堆，其实它还是有很多的复杂性的。如果你之前有很多传统软件工程师的经验，还是很有优势的，就是在系统设计方面，还有生产环境的一些经验，你有很强的，比如说调试的能力，然后有很多落地的经验，在做 AI 应用方面也都是能够用上的。软件工程那些基础仍然是最重要的 ，AI agent 这些只是一个叠加的一个技能层，本质上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还是在做软件的东西。那这期的内容就是这些了，跟大家报告完了，希望能对你们有些帮助。如果你们还有什么疑问，欢迎在评论区下方给我留言，我们一起来讨论。我是土妹，点关注不迷路，我们下期再见。